日前，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与以往相同的是，该报告继续渲染对抗氛围；不同的是，更加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大肆渲染所谓中方核武威胁。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国家，美国近年来不断对盟伴承诺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刚刚还在俄罗斯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背景下，进行了一次高爆试验，引发全球对美俄之间新一轮核试验竞赛的担忧。19号，美国出炉了新一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这份长达212页的报告对中国核武发展进行了大篇幅描述。报告声称，中国的核武发展速度超过了之前的预期。到2023年5月，中国拥有500多枚可使用的核弹头，比去年增加了约100枚。报告还推测，到2030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超过1000枚。报告还提及，中国已经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场建设，该发射场包含至少300个可以发射弹头的发射井，部分发射井已装载了导弹。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还专门谈及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形容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能会很快取代一些旧式短程弹道导弹，目标是西太平洋的外国军事基地和舰队。报告宣称，这些新型武器飞行速度为5马赫，并且具有高度机动性。而对于中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报告也预测中方正评估加载常规弹头的可能性，指出这种能力将能够对美国大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等目标进行常规打击。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一年一出，历来成为西方舆论引用最多的美国宣扬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的官方文件。在20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强调，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毛宁还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停止年复一年地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报告，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中国的核政策在核武器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测性。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就不会受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美国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持续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推进战略力量前沿部署。近年来还拉着英国、澳大利亚组建奥库斯，强化对盟友的延伸威慑等等。这些政策行动无疑加剧了核军备竞赛与核冲突风险，只会恶化全球战略安全环境。实际上，今年美国也就是确定了他自己从今年2023年到2032年的这个核力量的相关预算，这个总预算是756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美国每年在国防预算里面平均下来，可能在未来10年，大概每年会有7.5%的国防预算是用在核力量上面，而且它这个是逐渐增加的啊。而且这个方面呢，它是涉及到一系列的预算，包括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包括它的核的预警体系，包括它的这个反导防御，甚至包括它的国内的这个核工业，包括核相关的这个研发跟监测体系。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该报告出炉前一天，美国在内华达州南部核试验场进行了一次高爆实验。由于发生在俄罗斯着手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数小时后，这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于美俄之间新一轮核竞赛的担忧。据彭博社援引美国能源部的声明称，本次试验使用了化学品和放射性同位素，用来验证新的预测爆炸模型。据悉，新模型有助于探测其他国家的原子爆炸。那么我们这句话一说出来，你就在想，它如果不是核爆炸的话，它怎么验证监测能力？就事实上，美国相当于向外界说，这个爆炸一定是涉及到核的，但是他就管它叫化学爆炸。另据俄罗斯联塔网20号报道，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辛认为，美国此次内华达州的爆炸试验意图在激怒俄罗斯，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人企图就当前形势耍花招。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动作之下，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遵守这种冷战时期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的核裁军也好，甚至我们讲整个的这个
整体的裁军形势，那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按钮手提箱的最新亮相，同样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17号，普京抵达北京，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一下飞机，外界就注意到普京身后2名身着制服的俄罗斯海军军官，各自提着一只手提箱。而在18号参会期间，又有人拍到，在普京身后的一队随从中，2名海军军官仍旧提着这2个至关重要的手提箱。美媒尤其聚焦其中一只大号提箱，炒作俄方核按钮手提箱海外罕见现身，信号意味明显。众所周知，拥核国家元首往往拥有着一个可随时展开核打击的手提箱，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俄前总统叶利钦曾使用过的一个核按钮手提箱，目前就陈列在叶卡捷琳堡的叶利钦博物馆。据俄方消息，俄罗斯的核按钮手提箱被称作切格特，发明于苏联时期，一共有3个，分别由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随身携带。总统这边一般由海军军官携带，只要这3个手提箱中有2个被按下了按钮，俄军战略部门就会收到核打击代码。从技术上讲，核按钮手提箱是一种安全的通信工具，可通过高度机密的卡兹别克电子指挥和控制网络，将总统与其军事高层联系起来，进而与火箭部队产生联系。有观察指，当前俄乌冲突导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美俄双方选择在此时有意或无意间展现核肌肉，显然增加了外界对这2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风险的担忧。但是这种情况现在来看，美国方面似乎乐见其成。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军工体系需要不断的去增加投入，那么增加投入的理由一定是所谓的威胁，哪怕这个威胁是美国人自己造出来的。所以对于美俄来讲，俄罗斯方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末日武器展示出来，那么美国方面现在自己的整个的核工业、战略打击平台的生产和试验的速度在提高，那么这个世界事实上在进入到一种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全面的军备竞赛之中。日本和韩国媒体20号报道称，中日韩外长会或于11月举行。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三方正就中日韩外长会的会期保持着沟通。由于受到新冠疫情、日韩矛盾以及外部力量干扰，中日韩合作机制一度停摆。3国外长会将为中日韩领导人会晤做好铺垫，同时也意味着中日韩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日本和韩国媒体20号援引2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中日韩3国政府已就11月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3国外长会进行最后阶段的沟通，从而为时隔近4年后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回应韩媒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日韩是近邻，我们认为开展3国合作符合3方的共同利益。据我了解呢，3方正在就中日韩外长会的会期保持着沟通。中日韩外长会机制于2007年设立，自诞生伊始就被视为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基础。它的召开往往为3国领导人会议铺路，因此也被视为中日韩21个部长级会议、70多个对话机制合作架构的核心环节。中日韩外长会有2个重要功能：一是推进3国在有共识的领域继续深挖合作潜力；二是管控分歧，协商解决摩擦和矛盾。有分析认为，按照惯例，中日韩对话从工作层面磋商开始，随后将依次召开外长会和领导人会议。如果外长会成功举行，已经中断了近4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望在年内重启。但日本朝日新闻则援引日本政府内部的观点指，由于3国外长会的日程调整比最初预期的晚，所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可能被推迟到明年年初。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初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将会举行。我对此感到比较乐观，主要也在于中日韩3方已经就尽快恢复重启3国领导人会议已经达成了政治共识。下一步需要是3方有关部门3方外交层面对于领导人会议做出必要的准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恢复，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重新推动地区的团结合作，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最近一段时期，中日韩3国均对加强3边合作、重启外长以及领导人会议表达积极意向。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青岛出席20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曾表示，中日韩3国要排除干扰，携手共进，激活3国合作交流机制，重整行装再出发，共同振兴亚洲，造福世界。
9月，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高官会上，三方同意在未来数月内举行外长会，并就推动在三国军方便的时间尽早举行领导人会议保持沟通。虽然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取得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阻力。其中，美日韩军事合作问题以及芯片四方联盟问题将考验中日韩的合作。近年来，美国极力怂恿日韩加大军事投入，拼凑三边军事同盟，这不仅升高地区紧张局势，也严重损害中日、中韩间的互信。而美国提出建立芯片四方联盟，是美国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构筑的小院高墙。日韩两国如果不顾自身利益，甘愿为美国火中取栗，对三边对话合作机制损害极大。财政部原部长、第13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在19号至20号举行的第19届北京东京论坛全体大会上表示，美国联合盟友采取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反而推动了中国的技术升级。中国每年进口芯片已超过40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各方都不愿失去这一市场，因此芯片四方联盟的建立很难达成共识。日本的社会意识相对比较务实，还不至于不撞南墙不回头，而韩国表面上赞同芯片四方联盟，但实际上不认同。10月9号，美国便解除了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向其中国工厂提供半导体设备的限制。外界也关注到，中日韩合作机制重启是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出现。从历史上来看啊，日韩两国外交上始终是对于中美关系，对于被美国越顶是存在深深的一种恐惧心理的。那么这一轮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缓和的迹象，实际上也对日韩执政当局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上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也在寻求能够实现中韩中日关系的一个改善。那么日韩也希望通过稳定中日中韩关系来更好的维护它的国家利益，来维护它的外部的环境。在这方面，我想中美关系的缓和对于中韩中日关系会形成比较有利的一个促进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日媒爆料，中日韩外长会议将于11月举办，这是否意味三国领导人会议年内恢复有戏？您怎么看呢？中日韩是搬不走的邻居，现在时隔4年的领导人会谈有望重启，这是一件好事啊。其实呢，即使在过去中日韩发展过程中发生一些重大困难的时候三国领导人会议基本上也一直维系下来了。这次虽有史无前例的疫情和外来干预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但中日韩还是即将要重启会谈了。这说明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我们三国的唯一正确选择。中日韩不仅仅在地缘上是搬不走的邻居，是近邻，也不仅仅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高度相互依存、互补共赢，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且在地区安全上，三国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尽管有域外势力的挑拨干扰，三国之间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无论是经济还是地区安全方面，中日韩都已经成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才能为各自的繁荣发展打下安全基石。其实中日韩还有非常多的文明和国际政治等共识。例如，最近爆发的巴以冲突升级，大家明显注意到，在所谓的美国阵营当中日本和韩国始终表达了一种比较中立、温和，不同于美国、欧洲的看法。这不仅是因为日韩和中国一样都是中东能源产品的主要买家，而且在于中日韩同为亚洲国家，东方文明有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包容理念。特别是对于西方这种以宗教为名的复杂争斗大多我们都持有一种比较接近的看法。这极为重要，特别在当下100年变局的背景下，这可能成为三国合作重要的文明价值观的基础。这次中日韩有望重新启动领导人会议，将为中日韩关系回归正轨奠定重要的基础。中日韩过去三边有70多种对话机制，都应该逐渐恢复，并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创建新的对话机制。谈为上始终是中日韩的重要共识和行动。中日韩重启领导人会谈对三国关系、对东北亚局势，您觉得又意味着什么呢？中日韩是3个贸易大国，
对于全球多边主义的合作、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主流的推进，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中日韩三国都没有直接卷入今天的国际上的战乱，而且总的来说呢，三国的国情与利益都要求世界和平，而不是动乱。所以啊，中日韩重启领导人会议就非常重要，不仅凸显了中日韩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而且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器，是全球发展的牵引机，也是国际合作的压舱石。同时呢，中日韩重启领导人会谈还具有极大的正面外溢效应。首先呢，是对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和亚太的合作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呢，由于日本、韩国是今天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中国呢是最大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日韩合作还带有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重大作用。最后，中日韩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于中美相处之道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历史证明啊，凡是中美关系发展顺畅的时候，中日韩关系就向前走。而中日韩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呢，也对中美关系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总之啊，在百年变局中，几乎所有的大国关系、地缘关系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中日韩要带一个好头，在整个世界变局的实践中，也确实只有中日韩所在的东亚地区是和平发展合作的乐土。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最大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我们可以抵御任何外来冲击干预的最重要的合作依据。